Hello， 大家好，我是自西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LGBTQ+ 和性别流动论已经挑战和解构了传统的男女二元性别论，成为最新的政治正确。但是他们真的正确吗？我们作为自然女，是不是可以从激进女权的角度再一次审视和解构这些男本位的理论，并且研究和创造更女本位也更先进的理论呢？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继续拆解男权社会的骗局，引入全新的概念和图表吧。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一定要记得订阅和点赞哦。有一些人认为性别是先天的，是固定的，性向是分对错的。又有一些人认为性别是后天的，是流动的，而性取向是不分对错的。但是这两种观点我都反对。我认为性别是固定的，但是却有先后顺序和根本差异，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是性别阵营。而性取向是分对错的，但它也是狭隘的，缺乏女本位的，所以我们应该讨论的是性别取向。什么是性别阵营？传统父权男权的定义里，性别是二元的，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比如短头发、穿裤子、练肌肉，或者勇猛霸道、粗声粗气。女人要有女人的样子，比如化妆、穿裙子、高跟鞋，或者温柔体贴、细声细气。这种理论当然是极端错误的，因为所谓的女性装束、女性特质，就是对女人的束缚，让女人成为第二性，成为美丽又软弱的附属品。女人当然也可以短头发、穿裤子、练肌肉，或者勇猛霸道、粗声粗气。而现代平权，或者说温和父权男权的定义里，性别是流动的，可以跨来跨去。男人有女人的样子就跨成女人，女人有男人的样子就跨成男人。比如他们认为女人可以短头发、穿裤子、练肌肉，或者勇猛霸道、粗声粗气，但这就说明他内心是个男人。这种理论更加荒谬愚蠢了，因为他们把第二性装束、第二性特质和女性深度捆绑，把这些被异化和弱化过的东西视为了女性本身，这就是在消解女性的定义。所以男的穿上裙子、高跟鞋，嗲声嗲气，就自称女人，还随意入侵纯女空间，占用女人的名额，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这两种对性别的理论看似天差地别，实际上就是对女性刻板印象的一体两面，是完全男本位的。那我们从女本位来看，到底什么是女性呢？一言蔽之，有女生的、有创生力的就是女性，是第一性。所以我认为女男性别在原始状态下确实是二元的、固定的，但也是有先后顺序的。女人是第一性，男的是第二性，这个顺序不可流动。但是不可流动的原因与什么打扮、什么性格根本无关，而是性别本身带来的根本差异。而这样的差异就会让没有女生、没有创生力的 Y 染感到恐惧和记恨。所以他们这几千年都在建造父权男权社会，编造那些看似严密实则荒谬的谎言，来巧取豪夺女人的女生和创生力。由此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世界上历史上最大的、最对立的，却被长期刻意忽视和模糊界限的阵营早就已经建立了，这就是性别阵营。不同性别阵营的人有完全不同的叙事、视角和世界观。男本位就是性本位，女本位则是母本位。具体来说，男的是由性欲驱动的，他们拥有的是精子视角，所以他们是非常焦虑的、急迫的、密集的、渴求的、竞争的。他们无法创造和孕育生命，所以他们当然不会珍惜生命，反而向往虚无和死亡，也就是死气沉沉。他们的核心能量是性能量，以性为享乐，以性为追求，所以完成性目标后会感到空虚，又会为了抗衡这种空虚，不停地追求下一个性目标，直到死亡。所以父权男权的个体、家庭和社会充斥着滥交、滥生、滥养、弃养、成瘾、短视、污染、控制、剥削、虐待、恶性竞争、零和博弈、集权、战争、核弹。而女人是由创造欲驱动的，我们拥有的是卵子或者说完整的女生视角，
所以我们是非常平静的、灵动的、宽阔的、威严的、合作的。我们有创造和孕育生命的能力，也有选择创无和毁灭生命的权利，所以我们当然会谨慎使用这些能力和权利，怀抱着希望去创造更适宜的、更文明的环境，这就是生机勃勃。我们的核心能量是母能量，是能创造也能创无，能滋养也能被滋养，与他女也与自然连结的天道循环。所以没有经过或脱离了男毒污染的自然女和我们建造的家庭和社会，是充满了少生、优生、优养、人文关怀、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民主、和平和长久的文明。这世界一直都有，且只有2个阵营，就是男和女。但原始阵营的人会因为他们的选择而去到另外一个阵营。男的当然是在男阵营。可悲又可笑的是，很多女明明是第一性，却会有意无意地堕落到了第2性的阵营。这些女人我称之为叛女或者驴，和站在女方阵营的自然女作为对比。叛女或者说驴们被男深深地影响着，和女生失去了链接，也变得和男一样被性欲驱动，被性能量支配，看待任何问题都失去了自己的视角，当然也失去了生命和灵气，活得不自由也不开心。他们自己的生命和创造出的新生命还都献祭给了父权男权，加强和壮大了他们的势力，而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做错了，是在自作自受，还以为是因为自己是女性，所以才得到不公平的待遇，越来越爱男，渴求男，模仿男，甚至试图成为男，越走越错。当谈性别时，我不谈外在穿着打扮，也不谈内在个人性格，我只谈性别驱动、天然能量的根本差异和随之存在的性别阵营。什么是性别取向？传统父权男权会坚称异性恋是正确的，别的是错误的，而现代平权或者说温和男权则不同意。他们发明了比如金赛量表、克莱因性取向方格、各种性取向模型等一系列的方法来证明一点：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无性恋、泛性恋、多性恋，总之各种性恋都是正常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再怎么互相挑剔、争论彼此的对错，都还是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就是性恋、性取向是必然存在的，而且非常重要。这就是问题所在啊！刚刚我们谈到了男本位是性本位，男的是只拥有精子视角的第2性，由性欲驱动，由性能量支配，所以他们只会看到不同的性，就算冠了个恋字，是为了显得文明和浪漫一些。但事实的真相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性恋、性取向理论，都只字不提这几千年持续存在的性别阵营的矛盾斗争。一方面，让女人拿着我是异性恋的幌子框住自己，心安理得地站在男的阵营，恍然不知自己已经背离了真正的归属。另一方面，让一些女人自诩先进，又心甘情愿地被框进了不同的性身份和性关系里，却忽略了女男的根本区别和阵营划分，把视角局限和纠缠在性上，反而自我认同为酷儿，这依然背离了自己真正的归属。无论是哪一种，都一样寻找错了同伴，都一样跳入了男权精心设计的陷阱。父权男权社会的性恋、性取向理论如此狭隘，又缺乏女本位视角，那我们还需要讨论它吗？我认为在当下父权男权社会中仍然需要，因为我们需要区分对错。作为女，如果性取向为男就是错，错的是被男本位的性能量叙事蒙蔽了双眼，为虎作伥，为男奉献了5大价值，确保了父权男权社会的长期延续。不过在当前的语境中，我们虽然承认性取向的存在和对错，却不能只谈性取向，而是必须叠加一个新的维度，性别取向。为什么不能只谈性取向呢？打个比方，如果有个女人坚称自己是同性恋，打死都不跟男的在一起，这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有个女人她坚称自己是异性恋，
打死都不跟女人在一起，一定要爱男，也只能爱男。那这是不是跟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不一样呢？难道这位女人就永远无法从异性恋的身份跳脱出来吗？这显然不符合我们所倡导的女本位意识和觉醒的能动性啊！如果只谈性取向，我们会又一次的陷入男本位的性能量叙事。那么必须叠加的这个新维度性别取向是什么呢？它和性取向又有什么区别呢？在这里我这样定义，性别取向就是你热爱和效忠哪一方，这不由性吸引力决定，而是由你的性别阵营认知和性别权利意识决定的。这里分为爱女和爱男。这种爱是广义上的，是一种积极的感情状态，比如亲近、喜爱、重视、欣赏、关心、忠诚、仰慕、祝福，愿意信任和依靠，乐于帮助和付出，一起组建家庭，也共同创造未来等等。而性取向是个体的性亲密关系选择，由性吸引力决定的。这里分为沾女、不沾和沾男。这样的沾指的既是物理上的既定现实，也指的是精神上的不抗拒。性别阵营有男有女，那根据社会历史和现状，按照性别取向区分，我们可知男的都爱男，女人有一部分爱男，一部分爱女。那我们再继续按性取向细分，最终我设计出了这款图表，我称它为 CCE 分类表。男权社会的各种性向测试表格都是从男本位出发的，核心关注点在于性行为、性幻想、浪漫倾向等。而 CCE 分类表是基于自然女本位，核心关注点在于性别阵营认知和性别权利意识。原始性别阵营通过性别取向和性取向的细分后，我们得出了最终性别阵营。我们先看最下方的黄色区域，所有男都在男阵营，他们无论肤色、民族、宗教信仰、政治观念或者性取向，这些东西对男本位没有影响，他们都一样爱男、效忠男，一样在吸取女人的5大价值。所以在这里谈性取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不管是男同还是直男还是男跨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一样是男。即使有一些男的他们认定自己是 LGBTQ+，或者一些男的自称女权男，也不等于他们是站在女阵营了。所以团结和支持他们是非常愚蠢的通敌行为。而最通敌的叛女，也就是驴，他们仍然是有女生和创生力的，但他们却用此来献祭给男权社会体系，完全投诚，用自己的能量来维护其稳定，建设其发展，几千年来不停地为男输血。即使他们原始性别阵营是女，最终还是彻底堕落到了男的阵营。我们再来看最上方的紫色区域，自然女，也就是激进女权。原始性别阵营是女，最终性别阵营也是女，因为我们忠于自己，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女生和创生力，是绝对的第一性。我们都爱女也爱己，彻底排男，有女本位思想，也愿意建设全女自治社会。无论是肤色、民族、国籍、性格、成长环境，想不想生孩子，或者是否愿意和其他女性发展恋人关系，这些情况有区别，但不会影响我们作为自然女的本质核心。所以在这里谈的也不是男本位定义下的那种性取向，女人本来也不是被性驱动的下等生物，自然女的整体更不应该被男权意义的性来分裂。女同女权常常被受到男本位性能量思想影响的人误解为对女人有性欲的女权者，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他们一直都有非常完整、清晰、成熟的逻辑链和相关理论。在这里我引用他们普遍的有共识的定义：认可政治女同、性别分离主义、脱塑身衣并主动爱女的女性即为女同女权，这与激进女权的定义并没有差别。我们都是自然女，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所以我更支持的说法是，自然女可以有任何亲密关系的需求，包括母系生育、结交好友、发展恋人等等，这应当是阵营内部的个人自由意愿和权利，
也就是说，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不要求有也不要求没有，一切是看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罢了。作为政治集体，我们内部团结，一致对外；作为独立个体，我们保持好主体性，并自行探索和处理自己的感情和关系。黄色和紫色的区域都相对比较好理解，那这个淡紫色的区域里，平权女权、没有女权觉醒的女同以及没有女权觉醒的单女，我们如何解读呢？在分类表里，她们处于相对中间的位置，我把她们统称为未觉醒但是有潜力的女性。说她们未觉醒，是因为她们和叛女一样，都离开了原始性别阵营女，走入的最终性别阵营是男。说她们有潜力，是因为她们跟彻底的叛女，比如男宝妈相比，她们仍然有觉醒的潜力。但最终是否觉醒的关键，不在于我们的争取，就是把她叫醒，而是她们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她自己想醒。比如，当听见了妓女的声音，不要下意识的反驳和抗拒，不要合理化那些错误的人生选择，而是真正的开始思考和行动，走向觉醒，走向回归。如果他们中有人愿意这么做，我真的非常欢迎。接下来，我们来分析这3种未觉醒但是有潜力的女性类型。平权女权，也就是有朴素女权和爱女思想，但仍然与男发生性亲密关系的女性。这个称号我说的是留了一点体面，其实她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平权，而是温和男权。事实上，她们是最两头不讨好的，一边想要认领女权称号，可是激进女权却认为她是渣男驴，另一边又想要男女平等和搞性解放，所以传统男权骂她是极端女权师，温和男权又拼命榨取她的性价值。我不否认他们渴望自由，也愿意或者已经为女权的发展做出贡献，但他们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以为女权男才是他们的战友，非要捧着异性恋之类的虚假的男本位身份不撒手，不停地在男阵营寻找着不存在的真爱、灵魂伴侣，甚至称自己为绝望的直女。这就是长期被男的性能量和死能量深深影响的体现。结果就是缺乏自我认同，陷入沮丧和虚无。其实只有回归自然女阵营，他们才会得到他们一直渴望的自由和真爱，爱自然和爱那个自然存在的自己。没有女权觉醒的女同，也就是有男权思想和行为，但也有朴素女权和爱女思想的女性，她们遇到的是不同的陷阱。比如，一些人会受到异性恋霸权的影响，在女恋爱关系中下意识地复刻了这种相处模式，对自己和恋人还有这段关系都有害无益。或者有一些人会受到 LGBTQ+ 这些男本位性恋理论的影响，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和那些男的妖魔鬼怪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以为他们才是自己的战友，结果又被男的吸血。同时，父权男权社会一边360度花式爱男，一边又高呼男女平等的现实，也让少数的一些人觉得有男的好友甚至生男宝只是个人选择，而没有意识到性别阵营的存在。结果一旦成了男宝妈，就堕落成了叛女，彻底失去了觉醒的可能性。这些都是十分需要女同者警惕的。我认为女同之爱是天然存在的，并不应该是异性恋的翻版，更不应该由男本位的性恋理论来定义和污染。女男有根本的差异和区别，那女感情也应该和其他韩男感情有根本的差异和区别，不能1:1的对标。我承认，女同者即使没有女权觉醒，也有不沾男的巨大优势，但是他们必须尽快觉醒，剥离男本位叙事，也要 get out， 才能真正找回自己，建立健康的关系，也能回归自然女阵营中，成为一股巨大而坚定的力量。没有女权觉醒的单女，也就是有男权思想和行为，但不愿和男发生性亲密关系的女性，她们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不愿和男的走入婚恋性关系，或者天生对任何性恋叙事或者亲密行为无感，这让他们确实能避开很多陷阱，但他们更需要警惕的是这些。
一些人仍然在社会层面上认可、信任或者支持男的，比如男好友、男作家、男领导人。又或者一些人仍然喜爱和追捧虚幻的男形象，比如追男星、玩乙游等。此外，他们还和其他2种未觉醒女性有着共性问题，比如没有返校、没有脱美意、没有反国家民族叙事等等。这些在文化、认知和社会行为上受到的男权影响，都会让他们在无意识中为父权男权输血，而被吸血的方式却更加隐蔽，难以迅速识别。我同样承认，与搞性解放的平权女权相比，单女确实是拥有了不沾男的优势，但只有真正的女权觉醒，回归自然女的阵营，所有的关注和资源才能完全投入到自己的成长和自由之中。最后，我们来回顾整个视频的内容。性别阵营是女与男，是世界上历史上最大的、最对立的，却被长期刻意忽视和模糊界限的阵营。不同阵营的人有完全不同的叙事、视角和世界观。性别取向是爱女和爱男，是由性别阵营认知和性别权利意识决定的。由此，我们引出了 CCE 分类表，并对其中不同区域的阵营变化进行了具体分析。我相信性别从来都不是关乎性的，而是关乎性别权利的。我们要站哪个性别阵营呢？男还是女？我们要选哪个性别取向呢？爱男还是爱女？选女，选爱女，这是女人想要彻底觉醒的必然选择，也是当今社会一切问题的终极答案。我是CCE，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记得订阅和点赞哦。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感想和观点，我们下期再见。